海伦娜的话让史蒂夫不由得一阵干颤。如果说海伦娜刚才的话还是警告自己，那最后这番话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，几句话就听得出杀气腾腾。史蒂夫也不是傻子，他一下就能想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心中暗想，老爷子有了这一次服用丹药痊愈的经历之后，必定会产生极大的依赖心理，下次要是再生病或者再遇到生命危险，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搞到一枚丹药续命。一旦老爷子进入到不惜一切代价的状态中，什么规则在他眼里都是可以肆意打破的。就拿上次的四方宝状来说，老爷子都没跟我这个长子商量一下，就直接颁布了一个决定，谁找到四方宝状并带回罗斯柴尔德家族，谁就是下一任继承人。这不就是妥妥的耍流氓吗？有了这个先例，不用想也知道，如果下次老爷子需要丹药而又得不到的时候，他也一定会颁布同样的决定，谁能给他拿到一颗神奇丹药，谁就能继承家族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这个长子随时都将被剥夺第一继承人的资格。如果我真的让叶晨不满，他拿一颗丹药去跟自己其他的弟弟合作，那我岂不就直接被踢出局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心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要不干脆武装夺权算了。可这个念头只是稍稍一闪，便立刻被他抛诸脑后。他知道，就算自己有心武装夺权，也根本就没有机会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根基就在纽约，这里贫民窟的治安虽然比巴黎还乱，但富人区的治安简直好到无与伦比。光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庄园周围，就有至少3个警局，装备数架警用直升机，而且这里的警察极其敬业，有人赶来富人区偷条狗，警察都会开直升机追。而且老爷子自己就有一支专门保护他人身安全的私人武装，这个私人武装完全为老爷子一个人服务，就算是亲儿子们都在这些私人武装的防御目标之中。除此之外，老爷子与纽约乃至美国的各个重要部门都关系很深，他甚至为这些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基金，这个基金的规模不大，也就10亿美元上下，但这个基金唯一的用途是，一旦他意外死亡，这些部门就会利用这笔资金对他的死亡严查到底。无论罪魁祸首是谁，罗斯柴尔德最强的律师团队都将拼尽全力，确保他得到最严厉的判决。自己如果武装夺权，大概率是还没成功，自己就先被干掉了。小概率是事情虽然成功了，但自己很快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到时候岂不是为其他的弟弟们做了嫁衣？而且史蒂夫心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其实就算我以后当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族长，我可能也离不开叶晨的帮助。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，要是再等几年能顺利继位，那我恐怕也60多了。到时候我在族长的位置上，也就最多坐上20年。可如果叶晨也能卖给我一些丹药，说不定我将来在族长的位子上坐30年甚至更久。这么看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跟叶晨翻脸才对啊。思前想后，史蒂夫立刻换上一副谄媚的表情，对海伦娜说道：“女皇陛下，麻烦您转告叶先生，以前我可能确确实实有点别的心思，不过请他放心，从今往后，我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一定为叶先生马首是瞻。”海伦娜微微一笑：“叶先生已经回华夏了，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亲自跟他说。”我史蒂夫一听这话，心里憋屈又窝囊，这尼玛隔空表个忠心都没资格了呗，得上赶着去华夏，当着叶晨的面说去呗。史蒂夫虽然郁闷，但嘴上也不敢多说什么，只能陪着笑道：“行行行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情，就跟叶先生联系一下，亲自去华夏拜访一下叶先生。”海伦娜点点头，这才像话。史蒂夫无语凝噎时，两人已经走到直升机身前，于是海伦娜便开口道：“罗斯柴尔德先生就送到这里吧，你们10点钟不就要开会了吗？眼看快到时间了。”史蒂夫带着几分恭敬地说道：“那女皇陛下，我就不送您回加拿大了。”海伦娜微微颔首，报以微笑，一颦一笑端庄无比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皇室风范。
史蒂夫看了，心里一颤，并非对海伦娜的容貌气质感到心动，而是觉得这海伦娜越是端庄，在自己眼里就越是邪恶。20多岁，开口就全是杀气，这哪是一般人能比的？可是史蒂夫也不敢有任何不满，目送海伦娜登上直升机，又看着直升机远去之后，才算是松了口气，转过身正准备回去，刚好迎上找过来的儿子罗伊斯。罗伊斯一见他，便急促地说道：“爸，爷爷说让您送完女皇直接去家族会议室，要开会了。”史蒂夫无精打采地说道：“行，我知道了，现在就去吧。”一旁的罗伊斯见父亲情绪有些失落，连忙压低声音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爸，您今天还能顺利继位吗？”史蒂夫摇摇头，颓然道：“别做梦了，你爷爷不会信守承诺的。”什么？罗伊斯一听这话，顿时一脸骇然地质问道：“为什么啊？不是说好了今天要开家族会议，把族长之位传给您吗？”史蒂夫苦笑道：“说好了有什么用？又没写在合同上，让与不让，不都是你爷爷说了算？”罗伊斯昨晚一夜没睡，只想着今天自己老爹荣登大位之后，自己也能跟着一跃成为家族第一继承人，到时候不知多少人要跪舔自己。他甚至已经开始幻想北欧女皇海伦娜对自己投怀送抱的画面了。可美梦才做了一晚，自己的老爹竟然说继位没戏了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没经历过社会毒打的罗伊斯霎时间眼眶就红了，哽咽着问道：“爸，爷爷不让您继位，那我们岂不是白高兴一场吗？您要是不继位，海伦娜女皇还能愿意嫁给我吗？”史蒂夫哭笑不得地说道：“我就是继位了，海伦娜也不可能嫁给你。”为什么？罗伊斯不解地问道。难道我成为罗斯柴尔德第一继承人之后，也入不了他的法眼？史蒂夫想到叶晨，悻悻道：“这个女人已经把他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。”罗伊斯还以为老爸这话的意思是说海伦娜性格邪恶，于是下意识道：“不要紧啊，爸，我都行的。”史蒂夫瞪了他一眼：“这是你行就行的事吗？”罗伊斯一脸茫然：“海伦娜今天都亲自过来看爷爷了，难道不是要跟我们拉近关系吗？难道还会拒绝跟我们联姻？”史蒂夫踹了他一脚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：“你快闭嘴吧你啊！以后再让我听见你提跟北欧皇室联姻的事情，别怪我大嘴巴子抽你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。”